老虎的破坏力究竟有多恐怖？如果在野外遇到野生的老虎，怎样做才能让自己安全脱身？众所周知，老虎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它的体长最长可达 3.7 米，体重最重可达700多斤。这种生物力量极大，凶猛至极，它是名副其实的丛林霸主，也是让很多动物都闻风丧胆的百兽之王。很多都知道老虎很凶猛，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关于老虎的10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虎纹。在动物界有这么一句俗语，说烫头的打不过纹身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形容狮子和老虎这两种猛兽的。雄狮的头上长有浓密的鬃毛，被人们形容为烫头的，而老虎身上的虎纹则被人们戏称为纹身。这句话听上去感觉是玩笑，但实际上老虎的纹身却是的确存在的。也就是说，老虎不仅皮毛上长有黑色的条纹，它的皮肤上也长有黑色的条纹。你如果将老虎的皮毛剃掉，就会看到它皮肤上那些黑色的虎纹。再有就是在我们普通人眼里，所有的老虎貌似都长一个样子，但在动物专家的眼里，却可以很轻易的就分辨出哪个是哪个。秘诀其实就在于老虎的条纹上，你知道吗？世界上每只老虎的虎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条纹就类似于我们人类的指纹一样，各有各的特点。专业的动物研究人员就是根据不同老虎身上独特的条纹来辨别它们。野生老虎的数量也是利用这种方法统计的。第9个，力量。老虎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以成年的雄性东北虎为例，一头成年东北虎的体长最长可达 3.7 米，体重最重可达700多斤。它们的嘴里长有非常粗大的犬齿，一口咬下去的力量最高可以达到半吨。这种强大的咬合力足以使它们轻易的就能够咬碎绝大多数动物的骨骼。毫不夸张的说，它一口就可以将我们的头骨咬爆，非常恐怖。然而老虎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咬合力上，除了咬合力还有爪子。老虎的爪子与大多数猫科动物一样，都是可以伸缩的。大多数情况下，它的爪子都隐藏在厚厚的手掌下，只露出一小。这些爪子实际上就犹如一把钢刀一样，又长又锋利。它的长度可达10厘米。在此之外，这个大家伙的掌力也非常惊人。东北虎一掌拍下去的力量最高可达1吨，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一掌拍死一头牛。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一只成年的雄性东北虎鼓足力量朝我们的头部拍一下，能够直接将我们的头给拍烂，相当恐怖。第8个，舌头。老虎的破坏力不仅局限于力量和牙齿上，它的舌头实际上也非常可怕。老虎的舌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倒刺，这些倒刺由角蛋白组成，质地就跟指甲差不多，非常坚硬。舌头上的每一个倒刺就犹如一把锋利的钩子一样，能轻易的刮掉我们的皮肤组织。如果被老虎用力的舔一下，那种感觉就犹如被按在水泥地上摩擦一样，非常痛苦。当然了，老虎并不会利用舌头去攻击猎物，舌头上的倒刺主要被用来进食，倒刺可以帮助它们更快更有效的吞咽食物。除此之外，这些倒刺的另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清洁身体，一个个倒刺就像一把小刷子一样，能够深度清洁老虎的毛发和皮肤上的杂质。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猫科动物的舌头上都长有倒刺，这也正是为什么猫科动物看上去要比犬科动物干净的主要原因之一。第7个，敏捷。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体重越高，可能也就越笨重。比如大象，巨大的体型使它们变得缓慢，甚至都不能够跳跃。然而这一点却丝毫影响不到老虎。老虎虽然拥有超过700多斤的体重，但它们的跳跃能力与敏捷性却丝毫不受影响。你知道吗？老虎的跳跃能力非常出色，它一跃而上最高可以跳到4米多高，水平跳跃可以跨越长达6米的距离。在追捕猎物时，它1秒钟就可以向外移动20多米。老虎的奔跑速度大约在每小时65公里左右，但在短时间内，它也可以爆发出每小时最高90公里的速度冲刺。所以说，在野外遇到野生的老虎，单靠跑是根本跑不过老虎的。这时有人可能会说，跑不过就爬树。那么我告诉你，爬树也行不通。因为老虎虽然并不喜欢爬树，但这并不代表它不会爬树。实际上，老虎不但会爬树，而且爬树的能力还极其出色。只不过它们一般并不需要通过爬树去躲避其他动物，所以人们也就很少看到老虎爬树的画面。除了会爬树，老虎还会游泳。要知道，大多数的猫科动物通常都是比较怕水的，而老虎不但不怕水，它甚至还能够潜水，在水中捕猎。综上所述，老虎这种动物跑得快，跳得高，能游泳，还会爬树，除了不会飞，几乎样样精通。如果在深山老林里遇到老虎，后果是非常可怕的。第6个，尿液。尿液是老虎标记领地的必需品。
在野外漫游时，老虎通常会一边走一边用尿液来标记自己的领地，其他动物闻到后就会纷纷躲避。除了标记领地，另一个作用就是吸引异性。每年一到了交配季节，老虎就会在森林里到处撒尿，尿液中还有一种信息素，当其他老虎闻到后，就可以辨别是公是母，然后顺着味道就能够找到彼此。再有就是味道，据说老虎的尿液闻起来就像奶油爆米花一样，你如果在森林里闻到类似于爆米花的味道，附近很有可能会有老虎出没。第5个，叫声。俗话说虎啸山林百兽惊，那么老虎的叫声究竟有多恐怖？你可能很难相信，老虎的叫声实际上带有一定的麻痹作用，它所发出的声音能够让其他动物产生短暂的瘫痪，一时间可能让人动弹不得。据科学家研究表明，老虎的叫声中含有一种非常低频的次声波，这种声波的频率非常低，一般我们用耳朵根本听不到，但却可以传播到很远的距离。当老虎大声吼叫时，这种低频的次声波就可以穿过身体，从而影响到其他动物的内脏和神经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其他动物起到麻痹的作用。另外，老虎还可以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野生的老虎有时还会通过模仿其他动物的叫声去吸引猎物，等猎物靠近之后，再出其不意地将其猎杀，手段相当高超。第4个，耳朵。老虎的耳朵除了用来辨别声音，还可以用来沟通。细心观察，你会发现老虎的耳朵后面长有一个白色的斑点，这2个斑点非常显眼，一眼看上去就类似于眼睛一样。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引导幼崽。要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是色盲，老虎自然也不例外。在老虎的眼里，它们是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成色的，只能看到黑白灰3种颜色。如果行走在一些草丛茂密的树林里，它很容易就会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耳朵后面显眼的白色斑点，正好可以让幼崽锁定自己的位置，防止跟丢。除此之外，这2个白点从后面看上去就犹如2个眼睛一样。科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其他动物从背后对老虎发起偷袭。第3个，数量。说起老虎的数量，相信很多领导都一头雾水，因为大多数人都将目光放到了老虎威猛的外表上，却很少有人关心它的数量。21世纪，由于猖獗的偷猎和各种原因，导致野生老虎的数量直接下降了95%。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截止到2024年，全世界野生老虎的数量大约只有4500只左右，其中有3000多只都生活在印度地区。此外，另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就是圈养的老虎实际上比野生的老虎还要多。据估计，在全世界大约有1万多只老虎被圈养，这几乎是野生老虎数量的3倍。如果算上被圈养的老虎，那么全世界的老虎总数大约为2万只左右。第2个，幼崽。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说老虎再凶猛也不吃自己的孩子，但事实却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老虎在特殊情况下其实也会吃自己的孩子，只不过频率较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老虎的幼崽出生后眼睛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大约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才能恢复视力。在这期间，小老虎就完全需要依赖母亲才能活下来。而老虎这种独居野兽通常都是自己带孩子，除了喂奶，它也要抽时间去捕猎。捕猎的时候就只能将幼崽留下，没有了母亲的庇护，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的小老虎们就只能任凭一些野狗、豹子和蟒蛇这些动物捕食，所以老虎幼崽的死亡率高达50%。在这期间，如果一些幼崽不幸被其他动物咬伤或者生病，母老虎可能会吃掉那些生病或者看上去无法存活的幼崽。除了雌性老虎，雄性老虎有时候为了迫使雌性老虎重新发情，有时候也会吃掉人家的孩子，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自己的基因。第1个，种类。你知道吗？老虎实际上有很多种，不同种类间的体型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大多数人能叫上名字的，通常只有东北虎和孟加拉虎。东北虎也就是西伯利亚虎，它是所有老虎亚种里现存体型最大的一种，而孟加拉虎则是最凶猛的一种老虎。这2种老虎之所以会被人们熟知，主要就是因为它俩的体型是所有老虎亚种里最大的。除了这2种，其实还有华南虎、巴黎虎、印度支那虎、马来亚虎、爪哇虎、里海虎以及苏门答腊虎。其中体型最小的一种老虎就是巴黎虎。巴黎虎成年后的体长也就在 1.5 米左右，体重也就在200斤左右，大小与豹子差不多，还不到东北虎的1/3，非常娇小。可惜的是，这种小老虎早在1937年就已经灭绝了，如今人类再也无法亲眼看到这种小型老虎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遇到老虎该怎么办？首先就是要让自己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掉头就跑，因为逃跑会引起老虎的注意，并且激发它的捕猎本能。一旦逃跑，基本上必死无疑。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静，然后面向老虎，缓慢的后退。注意是面向老虎，不要背对着它。在后退的时候，千万不要与老虎对视，因为在老虎的眼里，你跟它对视就会被认为是挑衅。你需要做的就是面对它，缓慢的后退到安全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要尝试蹲下或者爬树，因为你会的技能，老虎都非常精通，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后退的时候不要表现出太过恐惧。老虎是非常聪明的，你害不害怕，它是能察觉到的。如果让老虎感觉到你非常弱小，那么也有可能会遭到攻击。以上的方法仅适用于老虎没有对我们发起攻击之前，并且不能保证100%安全。世界上真的有看不到的生物存在吗？你见过世界上会隐形的动物吗？你敢相信吗？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除了那些我们一眼就能看到的大型动物，其实还有一些伪装手段非常高超的生物存在。这些动物拥有独特的身体构造，在自然界，它们几乎可以完美的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如果不去仔细观察，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罕见的10种隐形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伪装高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柳叶鳗。一眼看上去，这个家伙就像是穿了隐身衣，它们的身体几乎是完全透明的状态。如果不仔细看，我们甚至都很难发现它们的内脏以及骨架。再加上它们通常都生活在海下100多米深，在这个深度内光线暗淡，如果没有照明设备，即便这种柳叶鳗就从我们的眼前游过，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在这种环境下，柳叶鳗几乎就是一个隐形的状态。这种柳叶鳗实际上就是一种远洋鳗鱼，也就是鳗鱼的一种。这种透明状的鳗鱼其实只是柳叶鳗的幼虫，也就是还未成熟的柳叶鳗。它们的身体内含有透明的果冻状物质，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肌肉和可见的肌瘤。它们的内脏以及身体器官很小，大多都集中在身体中间的那一根细小的肠道管上。再加上这个家伙的身上也没有任何的红细胞，这才会使得它们看上去就犹如隐形的状态一样。不过这种柳叶鳗也并不会终生是透明的，随着它们长大成熟，它们的这种透明状身体就会逐渐的转变为不透明的状态。好，第9个，竹节虫。竹节虫可谓是丛林当中伪装技术最强的昆虫之一了。这个家伙的外表看上去简直就与普通的树枝无异。如果我们从未了解过这个家伙，很多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很难亲眼发现它们。竹节虫这种以假乱真的本领，在生物学上被称为拟态。这个家伙的身体颜色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变化，它们可以根据光线、湿度、温度的差异改变体色，让自己可以完美的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从而起到迷惑其他捕食者的作用，来防止自己被吃掉。别看它们只是一种昆虫，这家伙的智商可一点都不低。它们在面对捕食者的时候，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迅速的从伪装的树枝上坠落在地面，然后将自己的肢臂收拢起来，躺在地上，伪装成散落的树枝，一动不动。一旦找准机会，就会偷偷溜之大吉。在全世界，竹节虫的种类多达2000多种，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大约有20多种。这种虫子主要都分布在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竹林里，在我们国家的湖北、云南以及贵州等地均有分布。目前已知世界上最长的竹节虫是一种名为尖刺足刺竹节虫的，它们的最大体长可达60多厘米，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的竹节虫种类。对了，还有就是这种虫子可以孤雌生殖，简单点说，也就是无性繁殖。雌性竹节虫可以自行产卵，单独进行繁殖，也就是说这个家伙不需要找对象，它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后代。好，第8个，兰花螳螂。如果从没见过这个家伙，一眼看上去，相信很多人都会将它误认为是一朵花，但实际上它是一种螳螂，属于花螳科。之所以叫兰花螳螂，是因为这种螳螂的颜色与兰花非常接近，并且它们还经常趴在兰花上伪装自己。这种兰花螳螂通常都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雨林中，它们的成年体长大约在6到7厘米，主要就是靠捕食其他昆虫为生。有时候如果等不到猎物，它们甚至会去选择自己的同类下手，即便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兰花螳螂也会照吃不误。还有就是它们同类相食的这种现象，从幼虫就会开始。这家伙看上去漂亮，实际上相当残忍。好，第7个，叶虫。这是一种身体酷似树叶的虫子，它与上面的竹节虫一样，同属于竹节虫科。叶虫的伪装手段足以以假乱真，即便它们就在我们眼前的树枝上，我们也很难发现它们。这个家伙与树叶的相似度几乎高达80%以上。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即便是树叶上的叶脉，在叶虫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一眼看上去，它与普通的树叶无疑，非常相似。这种虫子趴在树叶上几乎很难被发现，除了长得像树叶，它们甚至还会模仿树叶上被虫子咬过的痕迹。更过分的是，这家伙在移动的时候也会伪装成树叶被风吹动的样子，晃晃悠悠的慢慢移动，看上去就像是被风吹动的树叶一样，伪装手段那是相当的高超。这种虫子白天一般不会活动，白天它们通常都趴在一些树叶上，伪装成树叶的样子一动不动，只有到了晚上它们才会活动。对了，还有就是它们不单只会模仿绿色的树叶，甚至是干枯的树叶，它们也会模仿的惟妙惟肖，相当厉害。好，第6个，叶尾壁虎。
这是一种外形看起来很像枯萎的树叶的一种壁虎，特别是它的尾巴与枯树叶的相似度极高，也正是因此它才被称为叶尾壁虎。这种壁虎仅分布在马达加斯加，与以上的那些一样，它也是一种伪装高手。叶尾壁虎的躯干和四肢能够紧紧地贴在树干和树枝上，它们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压扁，以减少身体的阴影，只将自己酷似树叶的尾巴抬起，伪装成树叶，以此来防止其他捕食者。它们在进行伪装的时候，身体也可以像变色龙那样变换颜色，从而可以使自己适应更多的环境。这种壁虎属于夜行性，白天通常都趴在树枝上，到了晚上才会活动觅食。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在当地被称为恶魔叶尾壁虎。之所以在它的名字前加一个恶魔的词眼，是因为这种壁虎的头顶上有2个角，并且它们还拥有一双红色的大眼睛，乍一看上去外形有些可怕，当地人有点怕这种壁虎的外表，所以就给它附上了一个恶魔的称号。好，第5个，豆丁海马，也叫侏儒海马。乍一看上去，相信各位领导很难发现它们在哪里。其实黑土同各位领导一样，也没有发现。这个家伙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几乎做到了隐形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让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几乎是很难找到他们的。豆丁海马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海马，它的身长大约也就在1厘米左右，非常短小。人们首次发现这个小家伙是在1969年，并且发现过程还是人们为了研究一种海扇珊瑚才偶然发现它的。豆丁海马经常藏身在各种不同的珊瑚上，它们的体色有红色、灰色、黄色和白色，它们的身体颜色会随着周围的环境而产生拟态，随时变化。这个小家伙的身上还长有肉瘤状的凸起物，正好可以完美匹配珊瑚上的凸起物。它们攀附在珊瑚上，很难让人分辨出来，伪装得非常完美。如果不是人们为了研究珊瑚偶然发现它们，可能至今我们都不能发现这种小海马的存在。好，第4个，比目鱼。这种鱼是一种底栖鱼类，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海洋底部。比目鱼这个家伙远看上去其实并没有很奇特，但如果各位领导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这个家伙很丑。之所以说它丑，是因为比目鱼的2只眼睛长在它们面部的一侧，也就是2双眼睛都长在同一侧朝上的脸上，而且身体扁平，眼睛向外突出，看上去那家伙相当别扭。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们这种眼睛长在同一侧脸上的独特构造，其实并不是刚开始就有的。幼年的比目鱼与其他鱼类一样，头部2侧各有1只眼睛，然而随着它们长大成熟，另一只眼睛就会慢慢的迁移到身体的另一侧，嘴巴也会随着眼睛的移位逐渐变得扭曲，从而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成年后的比目鱼只能永久性的单侧躺在海底，看上去就像在地上趴着一样。不过这种独特的身体构造也为它们的生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目鱼在捕食猎物的时候，可以将自己的身体完美的隐藏在沙子底下，只露出2只眼睛去观察猎物的动向。一旦有猎物靠近，它们就会迅速从沙子中跃起，猛地向猎物发起攻击。难以想象被这种比目鱼袭击的猎物心理阴影面积得有多大。好，第3个，尊海鞘。第一眼看上去，这种生物就像是一个透明状的玩具，但实际上它是一种生活在北极海域的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尊海鞘的身体几乎完全透明，它们通常都活动在靠近南极大陆比较寒冷的海域。透明状的身体是尊海鞘天然的隐形衣，因为在水里，透明状的身体就是最完美的伪装，这可以使它们避免很多捕食者的袭击。尊海鞘的体型并不大，身长通常也就在10厘米左右。它们在水中移动的时候，并不是靠游泳，而是利用喷射推进的方法前进，也就是通过收缩自己的身体，形成一个抽水的过程，从而起到向外喷射的推力。在吸水的同时，它们还可以将水中的浮游生物通过自己的身体过滤下来，然后吃掉。这种罕见的生物，即便是我们刻意的去寻找，用肉眼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好，第2个，圆黄掌轴蛾。如果你从未见过这个物种，第一眼看上去，你可能会认为它只是一小节断掉的树枝，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飞蛾。这是一种体型相对较大的蛾，它们的双翅展开可达6厘米，它们的前翅呈灰色，顶端有一大块突出的浅黄色斑块，翅膀尾部呈乳白色，所以在它们一动不动休息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根折断的树枝。这个家伙广泛分布在欧洲、亚洲到东西伯利亚，在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以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地也均有分布。圆黄掌轴蛾的这种特殊外观可以帮助它们躲避很多天敌，在遇到危险时，它们只需一动不动地趴在树枝上，就可以实现完美的伪装。还有就是圆黄掌轴蛾也属于夜行性动物，白天通常都停留在树上一动不动，到了晚上才开始活动。还有就是这个家伙其实是一种害虫，圆黄掌轴蛾主要以各种树木和灌木为食，它们会将自己的卵产在植物的叶子上，这些幼虫啃食树叶的能力很强，很影响树木的生长，并且由于它们自身出色的伪装能力，使得很多鸟类或者其他捕食害虫为食的动物很难发现它们。当然，这一点也恰好能够凸显出圆黄掌轴蛾的伪装能力有多出色。
好，第一个，枯叶蛱蝶，这是一种蛱蝶科动物，它们几乎不需要去刻意的伪装，只需将自己的翅膀折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枯叶。它们如果落在枯叶堆里，我们几乎是不太可能轻易发现它们的，因为这个家伙与枯叶太像了，就连它们身上的小黑斑点看上去也与干枯或者溃烂的枯叶非常接近。当它的翅膀合上时，即便它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我们可能也不会发现它。不过当它们将翅膀展开的时候，还是相当漂亮的，特别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那掺杂着蓝色与其他颜色的翅膀会显得格外漂亮。这种枯叶蛱蝶大多都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潮湿的阔叶林中。它们主要是以一些腐烂的水果或者动物的粪便为食，是一种典型的食腐蝶类动物。它们的天敌主要就是鸟类。每当危险来临，枯叶蛱蝶就会迅速地进行不规律的飞行，然后找准时机，将自己的翅膀闭合，掉入树叶中，并形成一个固定的姿势，一动不动，将自己伪装起来，以此来躲避天敌的追杀。对了，还有就是这种蝴蝶在我们国家非常罕见，虽然它们的地理分布广泛，但由于该物种的栖息地碎片化以及各种人为的原因，导致它们的数量种群正在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这种蝴蝶除了伪装的让我们不容易发现，它们的数量也很稀少，这就代表想要亲眼遇到它们是相当困难的。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狗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你见过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狗吗？当我们想起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时，猎豹可能是第一个从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然而你知道吗？狗的奔跑速度其实也可以非常快。一般来说，普通狗的奔跑速度通常也就在每小时20公里左右。然而在全世界多达400多种不同种类的犬中，其中有一些狗如果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奔跑速度甚至都能够接近猎豹，非常强悍。这些狗通常都是用来帮助人们狩猎、追捕以及参加一些竞技运动。它们之间的绝大多数前身都是与野生动物相对抗的猎犬，综合实力其实并不亚于一些藏獒或者坎高这些大型猛犬。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11种狗，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速犬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1个，捷克罗素梗犬。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快最小的犬种。捷克罗素梗的身高也就在38厘米左右，体重不到20斤，但它们的爆发速度却远远大于它们的体型。捷克罗素梗可以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奔跑，对比它们的这种体型来看，速度其实已经非常快了。这种狗原产于英国，最初是人们用于狩猎狐狸的小型猎犬。由于它们的动作敏捷，胸部狭小而柔软，所以能够进入狐狸的巢穴中，对狐狸进行驱赶，甚至在地下追踪猎物。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攻击性却极强。捷克罗素梗是一种精力非常充沛的品种，它们依赖于高水平的锻炼和刺激，非常活泼。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这种狗可能会变成一种喜怒无常且带有攻击性的恶犬。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威马猎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德国的一种中大型犬。在19世纪，饲养这种狗的人大多数都是德国的贵族。在当时，德国的贵族们用威马猎犬来狩猎狼、山狮，甚至是熊这些大型野兽。后来，随着大型猎物的数量逐渐下降，这种狗则被继续用来猎杀较小的动物，比如兔子或者狐狸。这种狗的体型中等，它们的身高可达70厘米，体重可达80斤。单从它们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个家伙的身形属于运动型的。作为一个帮助人类狩猎野生动物的猎犬，它们的敏捷性与速度都非常优秀。这个家伙最高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5公里以上，并且它们的耐力也很强，不会轻易的疲倦，相当厉害。第9个，法老王猎犬。这是一种源自埃及的古老犬种，据保留下来的骨骼表明，这种猎犬已经在中东生活了至少5000年。早在4000年前的古埃及画像中就出现过这种犬。这种狗之所以叫法老王猎犬，是因为在古埃及的文献记载中，这种狗曾经很受埃及国王图坦卡蒙的偏爱，甚至狗死后，他还命人将这种狗的躯体包裹起来，抹上香膏，再放进棺木里，好让它与当时古埃及一些有地位的人一样，可以在神的面前取得荣耀。由此可见，这种法老王猎犬在当时的古埃及的地位有多高。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法老王猎犬在马耳他仍被当作国兽，并且在马耳他当地还发现了刻有法老王猎犬肖像的银币。这种狗之所以会获得如此尊贵的身份，当然也离不开它们自身出色的狩猎能力。这种狗的体型纤细，并且肌肉发达，这使它们能够快速奔跑。法老王猎犬在追捕猎物的时候，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在当地，这种狗经常被用于帮助人们猎杀兔子，是一个猎兔能手。
因此它也被称为猎兔犬。对了，还有就是这种狗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就是会脸红。它们在兴奋或者高兴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就会变成亮粉色。第8个，惠比特犬。这是一种原产于英国的运动型猎犬，它的四肢修长，整体看上去比较瘦小柔软。虽然看上去并不是太强壮，但它们却拥有非常惊人的力量与速度。惠比特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用于参加各种竞技赛跑比赛，它们的提速非常快，在高速奔跑的时候，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除了比赛，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们还经常利用惠比特犬帮助抓兔子，以及获取一些小型的猎物。惠比特犬的性格温顺，并且非常聪明，易于训练，对待主人也非常忠诚。如果训练得当，这种狗既可以当作伴侣犬，也可以当作猎犬，陪人们一起去狩猎野兔。当然，它们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护卫犬。第7个，猎狼犬。猎狼犬也叫俄罗斯猎狼犬，这是一种分布于俄罗斯的大型猎犬。这种狗的身高可以达到85厘米，体重接近100斤。在以前，这种狗曾被俄罗斯的贵族用来捕猎狼。猎狼犬是一种视觉猎犬，它们在帮助人们捕猎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视觉，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狗那样是靠嗅觉。为了达到最佳的捕猎方式，猎狼犬需要非常特殊、精确的身体结构，特别是速度。视觉猎犬的共同特征就是速度，它们需要利用极快的速度去锁定追捕猎物。在急速奔跑的时候，猎狼犬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56公里以上，它们要比一些野生的狼奔跑速度还要快。在猎狼的时候，俄罗斯猎狼犬通常都是成队出动，攻击方式也非常凶猛。它们会咬住狼的脖子，将狼拖倒在地上，然后等待猎人前来捕获。这种犬虽然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凶猛，但实际上它们的性格不太开朗，特别是对陌生人。陌生人如果贸然靠近它们，很有可能会遭到它们的攻击。不过它们对待主人还是非常忠诚的。第6个，斑点狗。斑点狗也叫大麦町犬，这种狗原产于南斯拉夫，是一种中型猎犬，它的身高可达58厘米，体重可达50斤。身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皮肤上的黑色的斑点。这种狗具有极大的耐力与速度，它们的后腿肌肉发达，强健有力，在向前奔跑的时候，最高时速可以接近每小时60公里。这种狗非常聪明，它们属于一种听话易驯的品种。由于聪明易驯，使得它们的角色多变。很久以前，大麦町犬被用作猎犬、战犬、马车犬，甚至是消防犬。它们最出名的就是为消防员工作。在很久之前，没有机动车的年代，消防车都是由马匹牵引的。在消防马车出行的时候，途中会有一些人们散养的家禽阻碍消防马车的出行。斑点狗的任务就是负责在消防车行驶的时候，帮助清理掉阻碍车辆通行的动物或人。当到达火场的时候，它们也可以帮助消防员护送消防设备，然后看护马车与消防设备。后来随着马拉车被机动车逐渐取代，斑点狗的消防犬这个角色也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不过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很多的消防队里，斑点狗仍被许多消防员当作宠物饲养。由于其历史原因，这种狗经常被当作是消防队的吉祥物。第5个，伊比赞猎犬。这是一种原产于巴里阿里群岛的大型猎犬，这种狗的身高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是一种视觉敏锐、嗅觉灵敏，并且拥有惊人弹跳力的猎犬。这种狗静止状态下，也就是原地跳跃，可以跳到1.8米的高度，高速奔跑的时速也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它们具有很强的猎物驱动力。饲养这样一条狗需要具备一个非常高的栅栏，并且需要一个安全封闭的区域，因为这种猎犬一旦摆脱束缚跑出去，它们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回到主人身边。不回家不是因为不认识路，是因为它们具有猎物驱动力。猎物驱动是食肉动物寻找、追捕和捕捉猎物的本能倾向，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在外面自行获取猎物，等到它们玩够了也会回家休息。第4个，维兹拉猎犬。这是一种来自匈牙利的犬种，属于国际犬业联合会第7组指点犬种，在所有运动型犬种中占有非常高的地位。维兹拉猎犬是一种中型短毛猎犬，它的身高可达64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它们是天生的猎人，具有非常出色的训练能力以及强悍的驱动力。在高速奔跑时，维兹拉猎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4公里，非常强悍。再有就是这种狗的性情非常敏感，它们不像大多数的狗那样受到严厉斥责会害怕。维兹拉猎犬在面对严厉的训练时可能会比较激动，很容易受到伤害。简单点说，就是面对维兹拉猎犬需要对它们好好说话，不要对它们龇牙咧嘴，它们不吃这一套，典型的吃软不吃硬，脾气比较刚。第3个，阿富汗猎犬。阿富汗猎犬也叫卡布尔犬，这种犬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4000年前就有阿富汗猎犬的画像。
这种犬原产于中东地区，曾经被用来狩猎瞪羚、狼、雪豹这种奔跑速度极快的野兽。这种犬外观优雅，看上去给人的感觉非常高贵。它曾多次被用于各国皇室的专用猎犬。阿富汗猎犬的身材高大，它们的身高可达73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纤细的体型赋予了它们极快的奔跑速度。在高速奔跑时，它们可以每小时65公里左右的速度高速飞奔。在奔跑的时候，它们步态轻盈，体质高雅，身上的长毛随风飘逸，看上去十分漂亮，有着越野赛跑者之称。由于其腿脚敏捷，在一些地方，人们也会将阿富汗猎犬用于参加赛犬活动。它们的性情仅限于对人类温顺，对待其他动物可能并不会那么友好。这种狗的特点就是胆大、独立、自主性强。在遇到猫、鸟或者老鼠等等一些常见的小动物时，阿富汗猎犬多数都会快速地冲上去，对其进行撕咬或者恐吓。这是因为它体内残留着猎犬血统的缘故。毕竟在以前，它们是在野外帮助人类对抗狼与豹子这种野兽的猎犬。第二个，萨路基猎犬。萨路基猎犬也叫波斯灵体犬，它是从视觉猎犬发展而来的标准化品种。这是一种原产于伊朗的大型猎犬。萨路基猎犬的身高通常都会略高于70厘米，但是体重仅在40斤左右，整体非常的瘦。这种狗曾经被游牧部落用来追捕猎物。它与阿富汗猎犬一样，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因为人们曾在古埃及陵墓的墙壁上也发现了与萨路基猎犬极为相似的猎犬。这种狗的体型虽然看上去比较瘦，貌似弱不禁风，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具备非常强悍杀伤力的优秀猎犬。由于有着飞快的奔跑速度，在阿拉伯家中，它们被广泛用于捕捉羚羊。它们会在猎鹰的指引下向羚羊发起进攻，有时候它们甚至能够独自猎杀一头羚羊，战斗力非常强悍。在奔跑的时候，萨路基猎犬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8.8公里，并且它们可以在更长的距离内跑得更快，耐力非常的强。第一个，灰狗。灰狗也叫灵体犬或者格力犬，这种狗专为速度而生，它们拥有流线型肌肉发达的身体以及特殊的身体器官。它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狗，在高速奔跑时，它们的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72公里，相当的快。这种狗与以上的大多数猎犬一样，原产于中东地区。成年的灰狗身高可达76厘米，体重可达60斤，是一种极其难得的纯种犬。这种狗的头部长长的，口吻部分非常接近锥形，这种特征可以帮助它们在冲刺期间减少阻力。还有就是它们的鼻孔要比其他的犬种大，这可以保持它们在高速冲刺时能够确保呼吸顺畅，像猎豹一样。总之，从上到下的每一处身体部位都在为速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狗虽然奔跑速度极快，但是它们的耐性不足，只能适应短时间内的快速奔跑。在全世界，一般人是不会选择这种灰狗作为护卫犬或者伴侣犬饲养的，因为这种狗除了价格昂贵，它们的性情也与普通的家犬也大不相同。灰狗实际上并没有看家护主的习性，它们不喜欢吼叫和攻击陌生人。这种狗大多数的时间都非常慵懒地趴在一些温暖舒适的地方，平常也不怎么喜欢运动或者锻炼。外加上它们拥有超强的爆发力和速度，身上短而光滑的背毛使其非常容易受伤，尤其是擦伤和骨折。在活动的时候，极快的速度非常容易撞上一些坚硬的物体，导致受伤。综合种种原因，一般人是养不起这种狗的。在中东地区养这种狗的人，通常都是一些经济能力较强的，他们主要也是利用灰狗参加各种竞技活动，很少有人会将这种狗当作家犬饲养。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